各位朋友，也许我们本该成为一名企业家，但因为没有领路人，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做，迟迟无法下定决心，鼓起勇气走出第一步。或者我们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听到无数次创业才能实现财务独立的说法，于是决定尝试，踏上了这条旅程。但现实却让我们感到特别别扭，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被纷繁复杂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常常想要放弃。拥有一家企业，成为企业家，需要承担很多责任。或许我们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只是耳根子软，总听别人说我们应该创业，应该拥有自己的公司，所以才盲目的走上了这条路。我们知道现在网络上流量为王，很多人不管我们究竟适不适合，告诉我们这就是最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我们要结合我们的经验和研究，为那些想要成为企业家、想要创业的人拨开迷雾。我们要告诉大家，创业是精彩纷呈的，但也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我们不希望有人在失败后说，我尝试过了，但事情出了差错，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为了那些想要创业却没有任何指导的人指明方向，为那些心存疑惑、对创业感到茫然的小伙伴解答一些问题。我们将探讨员工心态和企业家心态的最大差异，帮助大家确定创业究竟是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我们真的能够身体力行的目标。创业的心态转变不仅仅是从一个职位的改变，更是从思维方式、决策模式到生活态度的全面蜕变。作为打工人，我们可能习惯了每天完成分配的任务，按时领工资，享受相对稳定的生活。而作为企业家，我们需要具备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面对不确定性，甚至需要在孤独中前行。企业家心态要求我们具备全局观和长远眼光，能够在逆境中寻找机会，不被困难击倒。此外，企业家心态还要求我们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我们需要在面对失败时，能够迅速调整心态，重新出发。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积累，是我们通往成功的阶梯。大家好，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继续提供优质内容的动力。今天我们将通过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心态转变的关键点。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大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创业，并在未来的创业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成功。首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观念：时间换金钱和价值换金钱的区别。这是打工人心态和优秀创业者心态的分水岭。想象一下，大部分打工人的心态通常是这样的：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公司，只要付出一定小时的工作，然后收取这几个小时的费用。这种模式简单明了，工作结束后自然就能拿到薪水就好了。打工人走上工作岗位，干自己分内的活，甚至有时候还会偷偷摸鱼，刷刷手机。我们知道，尽管大多数员工都想努力工作，但偶尔放松一下，娱乐一下，似乎也无可厚非，反正老板也不能时刻盯着我们。但优秀的创业者就不可以这样，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基于工作时间，而是基于他们为某些人的生活创造了多少价值。优秀创业者们的价值在于他们能够运营整个公司的价值，根本没有人能付得起那么高的工资。优秀创业者赚多少钱与他们工作的怎么样直接相关。如果他们稍有懈怠，那就是在偷取自己的时间，伤害自己的公司和生产力。如果他们不付出努力，是赚不到钱的。他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业务，还需要不断的进行市场调研，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掌握竞争对手的动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保持竞争力。此外，优秀的创业者还需要建立和维护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无论是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还是投资者的关系，都需要他们用心经营。这不仅能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还能在遇到困难时得到支持和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优秀的创业者们即使失败返贫后，仍然无法走回打工人的路线，因为理念与心态已经不一样。他们已经明白，一路以来，只有不断创造价值，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固定的工资完全不能满足与回报他们这种上进心态的转变，这已经是从思维方式、决策模式到生活态度的全面蜕变。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探寻自由和安全的心态。在上集的视频中，我们已经提到，自由是企业家们最高的追求和最大的动力。无论是思想的自由还是行动的自由，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摆脱任何组织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由。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安全感，他们也是人，也有账单要付，也不想顿顿吃泡面。优秀的创业者们也有自己的爱好，喜欢有踏实的感觉，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全权负责。然而，自由始终凌驾于安全感之上，是他们更高的追求。事实上，对于所有人来说，自由就是我们的本能，但由于大部分人身边没有人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给他们一个常规之外的思路，最后只能跟随大众的脚步，也无法质疑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完成学业后找份好工作，然后在公司里一级一级往上爬，工作30-40年，按时纳税，交养老金，退休，再依靠养老金生活。打工人有时候感觉窒息的一点是，这种一成不变的人生让他们感觉到窒息。想要午休或者休假，不论想要做什么，都需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最糟糕的是，他们可能并不喜欢目前自己从事的工作。另外，需要值得思考的一点是，所谓安定的工作、安稳的生活都是真的吗？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金的问题，加上我们毕恭毕敬工作，但它真的能保证我们一辈子前程无忧吗？事实上，上面的很多论点根本就并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大家都这样做，很少人去质疑而已。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自由心态的真正含义，其意味着对我们的未来负责。只有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才能在退休之后获得自由，能够享受人生后面的一段时光。自由不仅仅是摆脱工作的束缚，更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自由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度过每一天，选择与我们价值观相符的事业，选择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地点。自由让我们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仅仅是满足别人的期望。所以，优秀的创业者的心态应该不仅仅是追求财富，而是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够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出最适合自己决定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自由和安全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我们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对自己决策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的不懈追求。自由让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这种掌控感正是最深层次的安全感来源。希望大家能够深刻理解这一点，并在未来的生活中成就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们非常理解那些害怕竞争，唯恐自己的领域进入任何竞争者的人，因为我们可能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每天都要担心，如果别人来了，我们会被解雇吗？那我们也会感觉非常恐惧，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这种焦虑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还会侵蚀我们的心理健康，让我们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然而，我们应该向企业家们学习，当我们面对竞争的时候，心态应该是这世道总会有高低优劣，我们要保证自己不会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应该把竞争视为一种动力，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不断优化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理念去工作。事实上，对于优秀的创业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创新和差异化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吸引特定的客户群体。如果我们做得好，是不怕有竞争者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面对的竞争。竞争不仅不会削弱我们，反而会让我们更加坚强和有韧性。除非是被抄袭，否则我们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特色的竞争对手。竞争往往都不那么直接，通常就是我们做的事情跟别人类似，那我们可以学习别人，或者有人做得非常好，
那些好的点能不能应用到我们的业务当中呢？因为我们会看到别人身上好的地方，这能够提升我们的视野和业务能力。而且大多数优秀的创业者都是非常开放的，就算是在同一个领域，他们也会乐于分享信息，交流经验。这当中虽然也存在着竞争，但更多的是我们要成为更好的人，要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业务。所以，面对竞争，我们不应感到恐惧，而是要学会乐于竞争，通过竞争来提升自己，提升我们的业务。我们要学会从竞争中发现机会，而不是问题。竞争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催化剂，是我们不断追求卓越的动力源泉。希望大家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竞争，把它视为一种成长的机会，而不是一种威胁。让我们一起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己，成就更加辉煌的事业。在打工的世界里，最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情是，有人会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相信我们有能力执行我们承诺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事事请示汇报，不能对老板说我们有自己的安排，老板的安排就是最大的安排。在那里，我们不能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每句话都要字斟句酌。相对的，成为创业者，我们才能自由自在地展翅高飞。当然，作为创业者，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为客户提供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如果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价值，那么客户早晚都会离我们而去。在创业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觉悟，一切都是我们的责任，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锅。如果一切行将崩溃，那么都是因为我们。我们需要弄清楚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的收入不够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有些员工，他们都依靠着我们，我们得给他们发薪水，他们都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公司的收入不好，所有重担都会落到我们一个人肩上，这会让我们很不舒服，但也会让我们成长。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那么我们就首当其冲。就算是别人把事情搞砸了，员工做错了事，我们也要去解决问题。顺风顺水的时候当然好，但是运营企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这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我们准备的再充分，计算的再精准，也难免会出差错。当企业在我们眼前毁于一旦，当事情变得七零八落，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大失所望的客户，这是非常难受的。经营企业压力很大，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出错，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创业不仅仅是一场商业冒险，更是一场心灵的修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自我超越的契机。当我们在深夜孤独地思考公司未来的方向，当我们在压力山大下还要保持冷静和理智，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举例来说，现在我们的频道发展的很慢，很艰难，但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我们也知道，创业就是要经历起起伏伏，有一些坎坷是避无可避的，我们要做好准备。记住，杀不死我们的会让我们更强大，这些困难和挫折能够挖掘我们的潜力，推动我们前进，让我们更快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我们也可能没能跨过那个坎儿，这就是创业的常态。创业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尽管前路充满荆棘，但只要我们保持初心，勇往直前，我们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里我要强调一个关键的理念，那就是在面对问题时的积极态度。作为优秀的创业者，我们不会让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积极去解决。看到问题，喋喋不休的抱怨很简单，谁都能做到，但是优秀的创业者需要去改变现状。我们不只是观察者，我们更是行动者。我们需要积极探寻那些问题，去影响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企业和公司的所有者，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价值。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件能为别人创造价值的事情，我们就会成功。然而，有部分创业者失败的原因就是只能看到问题，
然后抱怨，认为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但实际上，人生本来就充满了不公平，区别在于我们到底是要着手去改变，还是袖手旁观。优秀的创业者是推动社会改变、实现自己愿景的人。实际上，抱怨和指责是最简单的反应，但他们并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一种解决问题的决心。我们要具备这种能力，不仅能够识别问题，还能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和创造力。市场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客户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通过提供独特的、具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不仅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还能超越他们的期望，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勇敢的去解决它们。让我们成为那些不仅仅看到社会问题，还能积极改变它的人。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更美好的愿景。最近，当我遇到新的朋友或是粉丝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问他们是做什么的，或是他们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面露难色。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就需要外部激励，而且还是偏向恐惧型的外部激励。我看到很多人对于工作的情绪是非常消极的，他们害怕失去工作，所以才每天都按时上班。他们之所以产出工作成果，不是因为热爱，而是恐惧。实际上，长远来说，这不是一件对心灵非常健康的事。提及到我们的频道的话，我持续创作的动力则来自于给予别人积极正向生活的影响。我们努力在市场上创造出一些自己能够提供价值的信息，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东西。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多少钱都买不来，对于他人的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够通过分享信息改变人们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糟糕的心态，让他们走出糟糕的困境状况，摒弃让他们陷入窘迫的事业与心理状况的外部因素。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频道来实现这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始终我只是一位新晋作者，没什么人气积累。相信大家的这种善意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把实现财务自由的信息广泛的传播出去。我知道坊间有很多负能量倾向的财务毒鸡汤，但这些正向的财务与人生成长的信息，事实上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学习的知识，不应该成为某些特定人员所专享的东西，人人都有权拥有它。我知道自己能够带来这样的影响，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你有没有对创业者心态和打工人心态之间的区别有所了解呢？你觉得自己属哪一方呢？其实哪边都是实属正常的，我们都有选择自己方向的权利。我也明白创业者不容易走下去，不知道你认为自己适不适合创业呢？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吧，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回复。最后，如果你想要沿着这条创业之路走下去的话，那就要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当然，我很感激你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宝贵经验，或是你们加入我们的社群也可。我们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士。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哦，下期再见吧。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